你有没有进过这样的房间？门只能开一半，地上堆满纸箱、塑胶袋、过期账单，沙发早就不能坐，床只剩一小角能睡。而最不可思议的是，那些东西在主人眼里全都不能丢。这个盒子以后可能装东西，这件衣服瘦下来还能穿，这个收据说不定哪天会用到。你忍不住想，不就是丢个垃圾而已，有这么难吗？但对某些人来说，丢东西的痛苦甚至接近失去亲人的感觉。今天我们要谈的不是懒惰，不是念旧，而是一种被精神医学正式认定的疾病——囤积症。而最可怕的是，真正困住他们的不是房间，而是大脑。2013年，美国精神医学会正式把囤积症独立成一种精神疾病。全球大约每100人就有2到3人深受其苦。囤积症最核心的症状其实只有一句话：明明知道没用，却无法丢掉。注意，重点不是想留，而是无法失去。很多患者其实也很痛苦，他们知道家里越来越乱，知道亲人开始疏远，甚至知道已经影响生活。但每当真正要丢东西时，身体却会瞬间焦虑，心跳加速，呼吸变快，大脑开始出现强烈警报。不能丢，丢了会后悔，万一以后需要怎么办？所以最后他们选择把东西留下来，因为留下会让焦虑暂时消失，而这就是问题开始恶化的地方。神经学家曾做过一个实验，他们把囤积症患者放进功能性磁振造影仪里，然后请他们做一件事，决定要不要丢掉自己的物品。结果发现，当患者面对丢弃时，大脑某些区域会异常活化，尤其是大脑的边缘系统还有脑岛这2个地方刚好都跟情绪痛苦有关。简单说，对一般人而言，丢掉一张旧收据只是整理，但对囤积症患者的大脑来说，那像是在做一场高压硅基决策，甚至接近失去某种重要存在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患者在整理时会突然暴怒、崩溃，甚至逃避，因为他的大脑真的正在经历压力风暴。而更关键的是，研究还发现，囤积症患者的大脑决策系统常出现功能失调，就像车子的刹车坏掉，明知道东西不需要，却无法做出停止保留的决定。真正让人无法断舍离的，往往不是东西本身，而是它背后的情绪。有些人留着学生时代的票根，有些人不敢丢前任送的礼物，有些人甚至连坏掉的玩具都舍不得丢，因为那些东西早就不只是物品，它变成了回忆的容器。心理学家 Frost 提出一个观点，囤积症患者常会把物品跟自我 identity 绑在一起，所以丢掉东西时，他们感觉失去的不只是物品，而是自己人生的一部分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囤积症患者其实都有共同背景：重大失落、孤独、创伤、缺乏安全感。有些人是在失婚后开始囤积，有些人在亲人离世后突然停不下来，也有人从小在贫穷环境长大，对失去极度敏感。于是物品慢慢变成情绪避难所，东西越多，安全感越强，但最后东西也越来越像牢笼。不过，真正重要的是，囤积症不是没救。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式是认知行为治疗。治疗不只是叫患者快点丢东西，而是重新训练大脑，去面对焦虑，去练习决策，去学会失去并不危险。有研究发现，当患者接受治疗后，原本过度活化的脑岛与大脑边缘系统真的开始下降，
换句话说，心理治疗不只是改变想法，它真的能改变大脑。这叫做神经可塑性。你的大脑并不是固定的，即使困在囤积模式10几年，大脑仍然有机会重新学会放下。下次当你看到一个什么都舍不得丢的人时，也许你看到的不只是杂乱，而是一个正在努力对抗焦虑的大脑。他们不是不想改变，而是每一次丢弃都像是跟自己的恐惧拔河。所以真正的帮助从来不是一句“你干嘛不直接丢掉”，而是理解，有些人囤积的从来不是东西，而是安全感。